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小人性命全凭侯爷。侯爷，赵大夫，给他治伤，跟楚怀明说，修改名册，把藏海的官职给删了，报上杨真的生辰八字，就说长史杨真自愿殉葬。侯爷，藏海此人野心太大，难以掌控，该杀。你是觉得本侯不能掌控，还是你不能掌控？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侯爷，小人还不想死。你当着百官的面，把事情做这么绝，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吗？小人出身贫寒，孑然一身，若是浑浑噩噩度此一生，死与不死，又有何区别？小人并非身无长物，所以想要搏一搏，搏的就是此刻。此刻也不会太长了，等马车一停，我就会杀了你。还有什么话，趁现在都说了吧。小人深知侯爷是行伍出身，浴血沙场，见过那生死的武将，自然是不会相信今日之事与阴阳八字有关。但小人今日就是命不该绝。你精通堪舆之术，给你自己挖一条逃生通道，易如反掌。而你却明目张胆地从皇陵出来，你是让本侯要在众人眼皮子底下不得不放了你，要让世人知道你命不该绝。小人想要逃生固然容易，但只怕此后终生都不得以真实面目示人。小人有幸得侯爷赏识，才离了上无偏华、下无寸土的日子。若小人还想为侯爷卖命，就需要一个清清白白的身份。况且我也是人，有人想要算计谋害我，恕我不能坐以待毙。你口口声声说幸得本侯赏识，但却逼着本侯为借今日之为，失去一名得力干将，颜面尽失。你说你该不该死？小人自认今日没有做错，因为我知道侯爷早已经受够了无用之人。你他娘的是说本侯看中的第一幕僚是废物？侯爷乃人中豪杰，左右跟随的自然不是庸才，但德者才知足。若是不能对侯府一心一意，安分守己，岂不是大大的无用？
说。杨大人，斗烧之气，不但不为侯爷网罗人才，还排斥异己。想必之前也有不少人才进入侯府，但终究没有办法走到侯爷近前，留下的不过是些无用之人。但若只是排斥异己也就罢了，这些人狐假虎威，缠上交下，只怕给侯府引来大祸。什么大祸？侯爷功高不少，这些年却不露锋芒，但有些人却打着侯爷的名号，在外横行霸道，不知招了多少暗敌。只怕是平日里对侯爷言听计从，背地里却渐渐地忘了本分，习惯成自然，把自己的意思当做侯爷的意思。今日屈大人还没等侯爷下令，便擅自射杀杨真。纵然是为侯爷着想，但终究也失了分寸。侯爷若是不信，不妨等会儿看看，屈大人是不是又替侯爷将小人的生死做了决断。下车。有劳大夫了。不劳不劳，多给点诊费就行。慢点。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你呀。放心，医馆那边都打点好了。我今天是堂堂正正摄人府请来的大夫，医术有限，见谅啊。来，我看看。师傅，你再晚半分，今年我可就出不了皇陵了。师傅老了嘛，你惹怒杨真，逼他们出手，只能应战。他们要的是你的命。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，一旦他们出手，就会露出破绽，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。师傅，我需要你帮我办2件事。你顺着小仓河走到上游，会找到一座前朝防汛的堤坝，无人看守。当年幽河改道，致使它的支流小仓河出现地下暗渠，正好途经皇陵。而断龙石的下降由水力驱使，我会利用这暗渠，把小仓河的水引入皇陵水槽。你在太后下葬当日，守在堤坝。葬礼每完成一步，便会鸣钟一次。你要在丧钟第6响时做好准备。放断龙石！等放断龙石的第9声钟响，你立即关闭水闸。
距离的水会慢慢减少，断龙石也会停下。接着，你燃香计时，而我会想办法从墓道里走出来。藏海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这断龙石落不下来，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？我什么手脚都没动，就是我命不该绝。只要我出来，它自然就能落下。我要让在场的所有官员相信，只要杨真进到墓葬里，断龙石就会落下。同时，我也会尽量拖延时间，等待香燃尽。楚大人曾经跟我说过，要安抚先帝之灵，需要一个八字与先帝相合之人，永远待在皇陵中。那是谁？杨真！你胡说八道！等香燃尽的那一刻，立刻打开水闸。而此时，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刻。我赌平津侯一定会顶不住压力，让杨真进皇陵。侯爷，这是要拉小人的东归于尽啊！保佑我徒儿顺顺利利。没动，侯爷，他走啊！事到如今，你除掉了杨真，受到了平津侯的青睐。小海，也不枉你受这番罪啊！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咱们还有一关要过。我就知道，皇陵的事儿没那么容易过去，才几个时辰，言官就把奏本给递上去了。要不是宫里传出消息，保不齐我明天上朝就被人打个措手不及。居然敢参父亲总能聚焦在皇陵杀人，这帮老东西真是可恨。既然堵不住口，那咱们干脆就把人交出去。你想让我把瞿娇交出去？瞿娇跟随父亲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我怎能推他出去受死？这件事说到底，是因藏海而起。要不是他，杨真也不会死。皇陵的事儿已经了结，不要再提了。要不这样，杀了藏海，将他的脸哗哗当场瞿娇交出去。这个藏海做事太过阴险，留在父亲身边，儿子总觉得后患无穷。父亲，时间紧迫，你先出去。是。你留下来，把东西再清点一遍。是，杨大人。我选你
是看中你，你是个细致的人，只是刚来不久，对府中的事务不熟悉，就从这件事开始，好好锻炼，开开眼界。多谢杨大人。这个人出来之后，给我仔仔细细严查搜身，如有夹带，立刻抓起来。是。什么人？你是谁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见到本公子还不快行礼？3个打1个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，弄死你们！在下藏海，见过二公子。你认识我？二公子一表人才，侯府上下谁人不知？哼，那我问你，你身为一个幕僚，大半夜不好好待在摄人府，跑来财库干什么？在下是受命在此清点财物。黑灯瞎火的清点什么财物？我看你是在这挑花了眼了吧？小人出身贫寒，家徒四壁，的确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富丽堂皇、满是奇珍异宝的地方。我就说，哼！但是我母亲从小就教我，丈夫为质，穷且益坚。我就算再穷，也绝不会贪图财库分毫。我今晚独自留在这里，是受杨大人之命。二公子若是不信，可以去问门口的府兵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就相信你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嘿嘿。
出门也没想带这么多呀。你笑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儿遇到我，就是你走运。要是遇到我爹，大半夜在这鬼鬼祟祟的，想解释都解释不清。二公子身份尊贵，为何来此偷东西啊？我不是偷，我是拿。侯府是我家，侯府里的东西自然也都是我的。本公子拿1、2件去把玩观赏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哎，都是在下多嘴，都是在下多嘴。二公子放心，今晚我全当没有见过您。好，那咱们击掌为誓。啊，哎，这金葫芦啊，送你了。走，二公子，这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财物还没有清理完。行了，太晚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啊。侯爷，这是此次皇上赏赐的财物库单，您请过目。这份库单谁更撰的？这和你以前写的有些不同。府中幕僚所写。本侯问的问题有那么笼统吗？这是谁写的？一个叫藏海的幕僚所写。先前的风水先生。啊，侯爷好记性，看来您对他印象深刻。哎呀，这新来的幕僚啊，他不懂规矩，惹怒了侯爷，还请侯爷您息怒。明日我就将他打发走。谁说他触怒了本侯？本侯在你心中便是如此心胸狭隘之人吗？哦不，小人不敢。长风剑。贞顺6年，骠骑将军亲率800骑兵夜袭雁灵关，取上将赛普里首级。东夏军心大乱，骠骑将军率部乘胜追击，连拔3城，缴获金银牛马无数，军心振奋，朝野欢呼。雁灵关一役，为大雍奠定了之后的全胜之战，故所有斩获中，以这柄赛普里的佩剑长风剑最为珍贵。他竟然知道雁灵关夜袭确实不如别的大战荡气回肠，但与本侯却是惊心动魄的一役。那是本侯尚年轻，还有勇气单骑夜奔。现在老了，侯爷是宝刀未老，犹胜当年的。那些为本侯立传之人，都是些本侯大捷大胜之战，以讨本侯欢心。但很少有人知道雁灵关夜袭对本侯的意义。这个藏海颇有见识，对本侯却有几分了解。他现在府上做些什么？跟其他的幕僚一样，著书立传。你认为此人如何？那侯爷您看中的人一定不会有错呀。他若真是个人才，你一定要替本侯好好培养，你以后也能轻松不少。是，我一定不辜负侯爷您的一番苦心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小子机关算尽，不在侯爷面前露个脸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此人能从一张库单当中脱颖而出，
当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啊。恐怕过不了多久，他就能跟杨兄一起在侯爷身边共同效力了。你把控侯府幕僚这么多年，可不能在这小子身上翻船啊！你要是翻了船，恐怕我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我为难过他，难保他不会记仇啊。这些年有多少比他更聪明的人都冒不出来。既然侯爷都提到了他，那咱们得上点心啊。三位大人，小的是乡下人，今日这场面实在是不知如何应对呀，坏了三位大人的兴致，还请恕罪。小的不能奉陪了。这姑娘，既然大人已经送给我了，那小子就把她带走了。几位大人都在这儿，这是在干嘛？枕楼可不是舞刀弄枪的地方。这不是香小姐吗？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来传个话，庄二公子有请各位。二公子也在这儿。庄二公子今日来平账，各位去看看吧。他今日的账可不是那么好平的。什么意思？让我们一起去平账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你们还是当面去聊聊吧。这样吧，三位大人，小的一个人去见二公子，这姑娘我就收下了。杨大人的提议，我会好好再考虑一番。早这么说，不就没事了？晦气！姑娘们，走吧。来，各位初到京城的各位客官，枕楼是一定要逛的。没错，在这儿除了吃的、喝的、玩的、找乐子的，望月阁八公子的影戏，不可不看呐。哎，您想知道的京城异闻、朝中秘辛，咱们这儿应有尽有。来，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客官。公子记得去看八公子的影戏，里边请。来，各位客官们，里边请啊！有好玩的、好吃的。来，好漂亮！还有那个您等等，传了上来。要不要这边上？野火！
公子，您这是？上壶茶，把灯点上。公子，您要点灯？对啊，点灯。公子稍后。客官久等了，你的灯。姑娘，为何这灯与其他位置上的灯都不一样啊？客官，您不知道啊？哦，我初来贵地，不太懂这儿的规矩。 敢问姑娘，这灯有什么来头？您坐的这个位置叫朱雀头，是我们诊楼留给最尊贵、最捧场的客人的。谁做了这朱雀头，掌了灯，就表示包下今晚的望月阁。不仅要给台上的伶人打赏，这台下看客的茶钱、酒钱也一并包了。这一盏灯1000两，上次点灯的还是永荣王爷。 这灯我不点了，这座我也不坐了，告辞。慢着，这朱雀头既然坐上了，不是说走就能走的。这灯点上了，更不是想灭就能灭的。实不相瞒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7两银子。这座我实在是坐不起。楼下有位置，跟我走吧。 刚来京城啊？是。在我们诊楼站着看戏也是要收钱的。你站的这个位置5两银子，你刚刚给了我7两，这剩下的钱我是退给你呢，还是跟你讲一讲今日这出戏？讲戏我就只收你2两，来的都是客嘛。好，那就请姑娘为我好好讲讲吧。 先去。这只凤凰，就是太后。挺聪明的嘛。这只凤凰是8日前驾崩的太后，这条龙是先帝，而旁边那条锦鲤是先帝最宠爱的李贵太妃。先龙已封礼，不顾凤凰求。太后驾崩，依照礼制，自然要与先帝葬在一起。
可是先帝身旁也有李贵太妃陪葬，此等难题便抛给了皇上。那这只金龙就是当今皇上，那群蟾蜍又是谁？当然是聒噪的文官，你看是不是很像？皇上无子，这些年一直被朝臣们逼着立嗣。太后驾崩以后，他们更是变本加厉，不是上书进言，就是伏跪死谏，要求皇上依照礼仪宗法将李贵太妃迁出皇陵。现在朝廷分为两派，一派以临淄王为首，要求尊太后一命，另一派却不从。那被蟾蜍们簇拥着的雄鸡，就是临淄王。临淄王是太后亲子，太后合葬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朝廷，他还想以此为由回京1年为太后守丧呢。金龙怒冲冠，遁入云霄去，自此无影踪。皇上怎么说？你没看到那条龙飞走了吗？这事皇上不管了。白虎领天命，欲把东郭定。群蝉乱生事，寥寥剩3日。这白虎，便是今天的主角了吧？没错，这白虎就是当朝荣禄大夫平津侯。本来被皇上下令全权处理太后下葬事宜的是工部和钦天监，但是这工部侍郎庄知府是平津侯的儿子，为了庄知府，平津侯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去哪儿？这戏还没演完呢。今日这里恐怕要有大事发生，姑娘，你也赶紧走吧。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来，你看到我右手边那个公子了吗？他手里的扇子里面藏有一柄钢刀。我左手边那个一直在写东西的人，他恐怕就是在记录罪证。哦，我那个，别指。你看他身子做得这么板正，身上肯定也有凶器。你看2楼也有不少盯梢的人，恐怕就是来抓八公子的。他们啊，他们是都尉司的厂尉曹公公的人。曹公公，这曹公公是司礼监掌印太监，统领都尉司，是全天下的太监头头，上到官府衙门，下到客栈酒肆，京城各处都散布着他的厂尉。那八公子还敢在厂尉面前说这些？你来的时候看到枕楼大堂的那块牌匾了吗？亲赐恩荣，那是皇上亲赐的珠玉牌匾，有他在枕楼里，就相当于有皇上的诰令。虽然常年有厂尉在这盯梢，但他们却从未动过手。也许以前他们不敢，但今日可不一定了。怎么说？八公子虽以代号隐喻权贵，但难免得罪了不少人，而且他今日妄议的是皇上，说了太多的宫闱秘辛。再加上曹公公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厂尉们正好可以师出有名。就算是枕楼有珠玉牌匾，
恐怕也要招来杀身之祸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八公子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。姑娘，若你与八公子相识，你也提醒他赶紧走吧。如今这里遍布场卫，以他们的手段，八公子肯定是插翅难逃。你那么聪明，你帮他想个办法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事儿我管不了。哎，谁说的？你可以帮他一个大忙。原来阁下就是八公子啊！久仰久仰。姑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之前从未见过八公子的长相，原来是这样一位俊俏的公子。没想到今日台上的竟不是您的真身，您亲自同我们一同赏戏，真是好雅兴啊！八公子，八公子，八公子，请受小女一拜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没人见过八公子，现在你就是八公子，还不快！给大家讲讲，要不然写本书也行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那边。小子，走这边。过来，过来，别动，按我说的做。王公子，你喝醉了。喝，哎呀，怎么这酒量不行啊？啊，喝这么点就这样了啊？哎呦，哎呦，王公子，怎么喝这么点就不行了啊？不成不成不成，定远伯的公子在枕楼还为你续了一摊呢。走走走走走，啊走走走。走走走走，哎，走走走，怎么样？跟丢了，没找到。是吗？走走走走。王公子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师傅，没想到来接我的人是你啊！你来京城，师傅当然要提前过来打点了。要不是我在，恐怕你的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我今天确实大意了，没想到被人在枕楼上了一课。那个戏弄你的姑娘是谁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她为枕楼办事儿。师傅，那些场卫很棘手吗？没事，我是一帮听命办事的家伙，估计这会儿也反应过来，你不是他们要抓的人。小子，今天瞧见京城的卧虎藏龙、伯爵云轨了吧？您说的对，是应该多加小心。哎，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啊，我至少知道了平津侯正在办的事儿。你说说。太后下葬，朝臣们分为了两派，一派力主维持现状，让先帝和李贵太妃合葬。而另一派力主迁出李贵太妃的棺椁，促成帝后合葬。皇帝为难，所以将这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平津侯的儿子，工部侍郎庄知府去做。而如今只剩下3日期限，所以平津侯请命揽下此事。现在他正在满京城的找风水先生。
我问你，太后是谁？先帝的皇后，皇上的嫡母。李贵太妃是谁？皇上的生母，先帝深爱的妃子啊。那你说这是谁和谁之争？是皇上。所以这件事看似是新旧朝政的礼仪之争，但实则是皇上和朝廷的礼法之争。不移贵太妃的棺椁，失了臣心；移出贵太妃棺椁，又失了民心。怎么做都是错。所以，你现在还觉得这件事儿是找个风水先生就能解决的吗？那平津侯应该也知道这个道理，他为什么还这么做？哎呀，这种事儿就是做给别人看的。我的好徒儿啊，你这一出手就帮皇上解决了难题。是李贵太妃自愿显灵挪棺，这样一来，皇上既得了臣心，又没有失了民心。你让宗亲在武帝首登，正好给了皇上礼物；让诸王在封地守孝，特别是临子王。临子王要是回京奔丧，只怕会蠢蠢欲动。你从根本上解决了藩王回京作乱的可能。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，怎么一场大雨，这李贵太妃的棺椁就塌了呢？快跟师傅说说。这事儿吧，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我刚进灵殿的时候就发现，这地底渗水严重，已经腐蚀了金井还有棺椁，而固定棺椁用的龙山石并没有卯合。如果此时刚好有一块雷击木楔塞进棺椁的下方，改变了棺椁的平衡，再加上一场大雨，地水滋漫，重压之下，这李贵太妃自然就显灵了。哎呀，你可是得了星斗的真传呐！啊！我只是没想到，这朝廷的贪腐之风已经这么严重了，连修皇陵都敢偷工减料。现在被人发现，倒是可以好好修缮一番。贪墨都贪到皇上头上了，别看他们对皇上三跪九叩、山呼万岁，这心里头谋的那都是门户私计。要是父亲还活着，看到如今乌烟瘴气的青天剑，该有多难受啊！无论如何，你这第一步迈得很成功，在平津侯面前大放光彩。怎么了？昨日平津侯把手放在我肩膀上，我这手竟抬不起半分。师傅帮你揉一揉。师傅你轻点啊。来，忍住啊。我现在总算明白恩公为什么不让我习武了。这平津侯敢让我离他这么近，他对自己的武功一定极为自信，但他又死死地按住我的肩膀，可见此人有多么的谨慎多疑。他身边有精锐卫兵保护，又时刻贴身穿着金丝软甲，大庸数一数二的高手未必能进他身侧。就算你习武，只怕剑未出鞘就被他杀了。用武力取胜，是为下策。算了，反正如今总算进得侯府，从长计议吧。等进了侯府以后，我再好好摸查一遍，等待时机。有事就到客栈来找我，别漏了行迹。师傅，平时我不在您身边，您都在干什么呀？要是您不是我师傅，您会在哪儿？会做什么呢？我当然有自己的事儿了，要不是陪着你复仇，我逍遥得很呢。我出来的时候，信总师傅跟我说了，恩公和3位师傅的身份都可以来问你。想知道？这顿你请。师傅，我年纪尚轻，囊中羞涩。这我年纪大了，还两手空空的，岂不更可怜啊？拿过来吧。
行。可以说了吧？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了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哎，又骗我！银子还我。兵不厌诈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哎，你就是新来的幕僚？在下藏海。啊，我叫慧剑，也是侯府的幕僚，比你早来个2年。从今往后呢，咱们就是同僚了，是吗？不。哎，我听说你的事儿了啊，本事不小啊，居然能够活着从皇陵里出来，还进了咱们摄人府。今后还有劳慧剑兄多多照顾了。哎，照顾谈不上啊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在咱们摄人府里，太有本事未必是件什么好事情。大概我也关照不了你太久。慧剑兄真爱说笑。来，跟我来。我给你讲讲这儿的规矩。你刚才进来的那个门，每天卯时开，亥时闭，是专给侯府里边下人们进出的。正门呢，是供侯爷和家人进出的。除此之外，只会在逢年过节时开半个时辰。咱们幕僚呢，每日辰时到午时著书立传，未时到酉时论述时政，饭点儿就去东边的厢房吃饭，戌时要做完晚课才可以上床睡觉。大致呢就是这些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哎呀，这些规矩其实都是侯府的长史杨大人定的，其他时辰你可以自行大法，自行安排。不过我每天做完这些事情之后，就已经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了，倒头就呼呼大睡。你也一样。这杨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我带你去书院看看。有劳慧剑兄。楚兄，侯府里来了青年才俊，是件好事，何必如此惴惴不安？这个藏海我在皇陵里见过，此人聪明谨慎。杨兄，对此人可不能掉以轻心啊！楚兄真是多虑了，他只要能为侯爷分忧，我杨某感恩戴德还来不及，有什么需要顾虑的？太后下葬的难题，你我都没有解决，倒是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藏海给解决了。只要敢冒险，我也能轻易解决。但这事儿必然是8分恶果2分善果，你我这种人没必要。他还年轻，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，要赌一把也很正常。这么说，他倒有些像年轻时的杨大人。我看此人野心不小，恐怕日后不甘于在杨大人之下哦。侯府真有后生能青出玉兰，我杨真自当旗鼓还乡，退位让贤。不过我听说，此人擅长的是风水堪舆啊。我看你不是替我着急，替你自己着急吧。将军，承让了。伯爷，再来一盘。曲兄，侯府里来了新幕僚，我是摄人府的管事，不去招呼一下，有点说不过去。先走一步。好了，这就是书院了，也就是幕僚们著书的地方啊。杨大人吩咐了，要将侯爷的功绩记录在册。每隔一段时间呢，他就会挑选佳作呈给侯爷。
这日后啊，你也要和我们一样的。所有的文章都由杨大人转达，若侯爷要议事，也是如此吗？想什么呢？啊，你要让侯爷面对几十张嘴，叽叽喳喳的议事吗？烦不烦呀？人家杨大人会把议事的条程给布置下来，幕僚们呢各抒己见，哎，他得让人记录下来，把好的呈上去。这不过嘛。这最后啊，侯爷采纳了谁的意见，我们谁都不知道，因为最后统统都变成了杨大人的意见啊。王侯开国，子孙世袭，故称世家。所以这本《侯门记事》起名《庄氏世家》。杨大人，慧姐，先下去吧。是。你就是那位帮侯爷解决太后下葬难题的风水先生。在下藏海，拜见杨大人。果然是青年才俊，侯爷身边得到如此的人才，是我杨真之福。慧见方才把这里的规矩都跟你说了吧？是。这儿的规矩，比太学、詹师傅的都要大。但你们在这儿养成了规矩，以后到了朝堂之上就不会犯错，才不会给侯爷丢人。杨大人的意思是，幕僚们还有机会进入朝堂议政，在朝为官了。当然啊。侯爷设舍人府，就是为国朝选贤举能、提拔栋梁，难不成让你们在这里虚度光阴吗？不过你们这些读书人知道怎么跟侯爷这个武将打交道吗？一不小心就军令处罚，到时候别说加官进爵，就连小命都可能不保。我不护着你们，谁还能护着你们？还是杨大人思虑周全啊！我为什么让他们在这里编撰《庄氏世家》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侯爷，知道侯爷的喜好，免得在他面前失了欢心。只要将来时机成熟，我定会引荐他们，得到侯爷的赏识。原来如此，小的受教了。你有惊天伟地之才。今后在侯府，定能崭露头角。杨大人，侯爷问起今日是否有一名叫藏海的幕僚前来报道。啊，侯爷什么事？侯爷说让他看看内园的风水。啊，是这样啊，藏海在这儿，赶紧去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要紧的事差点忘了。昨日暴雨，祠堂漏水，侯爷命我找人修缮，但祠堂的屋檐斗拱都是老式的法子，我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会这门手艺的工匠。等又落了雨，那祠堂的祖宗牌位又要遭罪了。听说你会堪舆之术。修缮旧宅，不知道会不会？小的对堪舆营造之术略通一二，或许可以帮到杨大人。哎呀，太好了！看今天的天色，恐怕是要下大雨，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呢。算了，见侯爷要紧，别耽误正事儿。侯爷要是怪罪下来，我担着就是。怎么也连累不到你的身上。祠堂供奉的都是庄稼先祖，大庸以仁孝治天下，侯爷也是至诚至真之人。我若放任祠堂失修，导致庄稼先祖牌位受损，乃我大失职啊。可是侯爷那边，还请杨大人替小的给侯爷回个话，小的今日恐怕不能替侯爷看园子了。你放心，
侯爷跟前，我一定听你美言。谢谢杨大人。你没见到平津侯啊？侯府守卫极为森严，平津侯不愧是行务出身。他平生杀戮太多，自然也怕别人杀他。我仔细看了日头和云彩，当晚确实会有一场大雨。我若放任不管，下雨祠堂必会有损。到时候他杨真再到平津侯面前谗言几句，我的处境就很堪忧了。所以我选择退一步，但也错失了良机。这几日，平津侯便再也没有找过我了。国事难期是常态，平津侯贵人多忘。第一日他记得你，第二日啊，或许还残留一些印象。到了第三日，他就彻底把你给忘了。杨真太了解他了，知道如果你没有把握住第一次机会，就很难再突围了。恩公说的没有错，杨真这个人表面和善，骨子里虚伪善妒。他牢牢地把持着摄人府，将所有幕僚都笼络在自己手里，给他们画饼充饥，其实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养成了废人。而我要做的，就是除掉杨真，取代他的位置。哎呀，这已经改来改去多少遍了，什么时候才算完？各位幕僚，把手里的活儿停一下。侯爷今日进宫，皇上赏赐了珍宝玩物，您把东西搬到财库，清点入库。郭恩、袁尚、王元培、傅宇文、顾长生，还有藏海。百级龟甲纹琵琶一件，定窑白釉牡丹纹眉瓶一对，金镶宝石玉带2副，早春山水图1副，宝冠玉带准题坐像1件，腹下缠臂巾2件。长锋剑1柄，玉钩描金龙纹佩2对，和田玉带钩10件，玉叮当手镯10只。杨大人，都已清点完毕，把东西都分门别类的放到博古架上，再仔细的理一遍总库单。是。这和田玉杯怎么少了1只啊？
没有吗？哦。家下曲是何意啊？你呀，就别问了，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